你知道如何快速脱单吗？手机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，作为母胎单身的我迫不及待地点了进去，但我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让我永生难忘。刚打开软件，我就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心动的女生，看着她的照片，感觉自己心跳从来没这么快过。我鼓起勇气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很快她就回复了我：“你好呀。”想着自己应该主动一些，刚输入到一半，没想到对方先给了我回复：“我叫小爱，我是第一次玩这个软件，我看到你照片觉得你还不错，咱俩可以多聊一聊。”我真没想到她竟然会对我也感兴趣。从那之后我们就经常聊天，很意外小爱是个善解人意的女生。我经常忙过头忘了吃饭，她总会贴心的帮我点好外卖，哪怕我再三拒绝，不想让她这么破费，她却笑意盈盈地说：“你总是不关心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心疼呀。”我们感情逐渐升温，甚至有一些想见见她的冲动，但我并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。我知道很多人说过网恋都是骗人的，不是骗钱就是对方长得很丑，更有可能是个男的。可小爱从来都没提过任何要求，甚至还愿意为我付出。我也提出过要跟她视频，现在吗？你等一下，我梳妆打扮一下。小爱同意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发来一条视频申请。接通后，她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没想到是真的，我的春天真的要来了。这次晚上我们聊了很久，相约了在情人节那天来我家吃饭。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给家里好好的打扫了一下，等待着晚上的到来。一阵敲门声传来了，她来了，我非常惊喜，心跳也不自觉加快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房门。小爱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，我便邀请她进来了。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我有些拘谨，悄悄看她，却看到她一直在低头玩手机。我微微蹙眉，刚想问一下她在干嘛，电话响了，小爱接起了电话，那头我听出来是个男人的声音。等挂断电话，我好奇地问她在和谁打电话，只见她突然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我心下一惊。我想着第一次见你，给你准备了惊喜，我感觉此事我应该高兴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我心里总有些毛毛的。没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，外卖来了。我觉得我此刻应该拦住她，但显然她的动作比我快。只见小爱拉开了门，一个身穿黑衣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小爱此刻就站在他的边上，看着我微微笑着。强哥，就是他。我看着小爱嘴中的强哥掏出了一把刀，对准了我，把你账户里的钱都转过来，现在马上，别耍诈，你有多少钱我们都知道。我慌得一批，看着这个男人魁梧的身材，我只能听话的照做，颤抖着把钱都转给了他。旁边的小爱还在那边碎碎念，亏我钓了他这么长时间，才从他嘴里套到了所有信息，真令人作呕。强哥，你可得多补偿补偿我。我冷汗滴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等款全部都转过去了，强哥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我们现在只图钱不害命，可你如果报警的话，你要知道你家里地址、公司地址我们全都知道，后果自负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们两个就走了出去。我蹲在地上好久，不是我不想起来，而是腿软根本起不来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走了，会不会在反悔突然回来给我一刀。我望向了门口，此时大门敞开，漆黑的门口什么都看不见。鼓起勇气，我跑到了门口，把门反锁上。我还是选择了报警，毕竟只有报警才更能保护我的安全。我把所有与小爱的聊天记录还有资料都提交给了警察，可没想到他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，转账账户也不是本人。目前警察还在调查中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搬到朋友家去住了。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网恋需谨慎，千万不要随意就把自己的信息都告诉给别人。我从没想过，手机上和我聊天的竟然不是我的姐姐。我的姐姐毕业后就去了外地，我们每天都会聊天，分享一天的趣事。今天早上，我连续给姐姐发了3条消息，都没有回应。我虽然有点疑惑，但以为姐姐是忙于工作，就没当回事。第2节选修课时，小可，姐姐在上班的路上，脚被砖块砸伤了，你能过来看看姐姐吗？看到姐姐发来的消息，我有些担忧，但是隐约感觉她说话的方式有些奇怪。小可是我的小名，可姐姐一般只有生气的时候才这么叫我，而且姐姐都直接说我，很少自称姐姐。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我盯着屏幕，刚想回复，那边突然又发了2个哭哭的表情过来。我皱了皱眉，那种不安的第6感又涌上心头，就好像对面在跟我聊天的根本不是我的姐姐一样，因为姐姐聊天从来不发表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复道：“姐，你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，我看看你伤得严重不？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回了一句：“好吧，你等等。”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是姐姐的脚部照片。我们之前一起做美甲的图案还没全掉完，脚面上还裹着纱布，但应该不是很严重。我松口气，看样子是我太敏感了。我又和姐姐说了几句话，但她话里话外都是让我过去看她的意思，我便只好答应她。我明早请完假就来看你。不行，对面态度强硬，随即似乎认识到不对，放缓了语气：“姐姐一个人晚饭都做不了，小可晚饭前能到这吗？”晚饭前，我试试吧。心里却对姐姐这样强制的态度有点抵触。下课后，我赶忙回到寝室收拾行李。小可，你去哪儿？室友问我，我顺手把手机递了过去。我准备请假去照顾一下我姐，她脚受伤了。室友看着手机，我们一会儿要排练啊，明天就要上台了。我看你姐不是有人照顾吗？
我心头一震，他不是一个人吗？我迅速凑了过去，你看这角度，明明就是另一个人拍的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照相功能往自己的脚拍去，尝试了几次，果然这个角度很难自己才能拍到。我觉察到不对劲，我赶忙拨通了姐姐的视频电话，铃声响起不久便被挂断了。姐，你怎么不接视频？对面很快回复，姐姐现在很累，打视频干什么？你不是马上就过来了吗？我盯着她的回复，猜疑越来越重。姐，你上次给我买的那条裤子的纽扣掉了，我带到你那儿，你刚好帮我缝一下呗。好，那你带过来吧，我顺手帮你缝了。看到这段话，我如坠冰窖。他上次给我买的明明是双鞋子，而且他根本不会缝衣服，现在跟我聊天的到底是谁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赶过去的同时也给发小打了个电话。他和姐姐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了解了事情原委。他主动提出装成物业先帮我去看一下。我坐在车上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家里的灯是亮着的，我敲了好久的门，没人回应。你姐是不是睡着了？那你有听到狗叫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难道出去遛狗了？坏了，真出事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赶忙打电话报警，警察也说很快就到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看到警察正好押着几个人出来。我冲进屋子里，最先看到的是躺在门口僵直没了呼吸的乐乐。我身体不自觉地抖了起来，走进卧室，看到发小正在安慰着姐姐，鼻子一酸，直接冲过去扑到姐姐的怀里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一个拐卖妇女的团伙，早就盯上了一个人住的姐姐，并在早上姐姐准备上班时冲进了姐姐的屋子。可没想到我刚好给姐姐发了消息，就想把我也骗过去，我才会觉察到不对劲，并且报了警。也很感谢我的室友和发小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如果你半夜听到敲门声，随后又收到了爸爸的短信说他忘记带钥匙，你会去开门吗？单亲家庭长大的我，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含蓄内向，所以20好几了也一直单身。这天闺蜜小美分享一个相亲交友软件，并且不断安利我，上面很多同城单身青年，她最近在上面聊得火热，我便也想尝试下。安装注册后，简单填写了信息，便开始和几个男孩子聊了起来。但隔天晚上我就遇到了惊心动魄的事。晚上爸爸出去应酬了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家。我洗了个澡后，舒服地窝在沙发上追综艺，突然身边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爸爸。他不是在喝酒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正当我疑惑，还没来得及接起电话，电话就挂了，随后就是一条短信：开下门，爸爸没带钥匙。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就在我起身准备去开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。我明明记得爸爸走的时候，他从鞋柜上拿了钥匙。我走到门口，爸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应。出于警惕，我趴在门上，透过门檐往外看去，因为楼道里的灯光比较昏暗，模糊间好像有个人影快速躲过去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回应我的只有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突突的跳，后背也冒出冷汗。没想太多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爸爸拨了过去。门外确实响起了手机铃声，但奇怪的是一直没人接听。我再次透过门眼看去，外面的人好像被惊到了一样，快速地向楼下跑去，铃声也渐行渐远。突然电话接通了，可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电话那头就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我楼下的车灯忘关了，你帮爸爸先把门打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电话便挂断了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好在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我也安心了很多，便索性把门虚掩地打开了一条缝，转身就准备继续窝着追踪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爸爸拨打的微信电话。我有些不耐烦地接起来：爸，又干嘛呀？小可，帮我喊个代驾，我喝酒没办法开车了。听到这我汗毛竖起，我爸还没到家，那楼下那个是谁？此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吓得面色苍白，在人影快到门口的时候，以最快的速度把门反锁了。门外的人好像急了，疯狂地拍打着门：爸，家里进来人了。电话那头的爸爸显然非常着急：小可，你躲起来，爸爸这就回去，快打电话报警。因为腿软，我坐在了地上，我从来没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颤抖地拨打着报警电话。此时门外的人好似听到我报警了，便不再敲门了。安静了好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是爸爸。他通红的眼睛满眼都是紧张，汗水也浸透了上衣，左脚的鞋子也不见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喝多的小老头是怎么赶回来的。我抱着爸爸放声哭了起来。根据警方后续调查，这是一个拐卖团伙。我下载的软件能获取到手机的通讯录、位置信息，甚至我相册里的内容。找到地址后，又把我通讯录里的爸爸改成了他们的电话，又通过相册里我录制爸爸的视频，把声音处理成他的音色，目的就是拐卖无知的少女，更甚至贩卖受害者器官。之后在我得知闺蜜小美已经遇害了时，我痛哭不已，并有些后怕，如果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及时打电话过来，
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经过此事，我再也不敢随便安装不知名的软件了。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正巧碰到这个外卖小哥，那我可能就遇害了。2天前，我想去取落在闺蜜家的包包，包包就在电视旁边的架子上。手机那头，闺蜜的声音明朗：“我今天加班，你先过去吧，反正你手上有我家的备用钥匙，3楼307。放心，你家门牌号我记得比我家都熟了。”挂断了电话，起身前往了闺蜜家。刚到门口，正准备掏出钥匙开门，突然听到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感到奇怪，动作停了下来。小美已经回来了吗？就在我犹豫的片刻，门突然向里面打开了，出来一个男人，30出头的模样，看着憨憨的。我愣了一下，那男人却抢着说道：“你先进来吧，他没在家。”这么熟稔的语气，可能是男朋友吧。我边迟疑边进了屋子，男人已经勤快地端了杯水递过来。我道谢后接过水杯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没什么异样，只有卧室的门虚掩着。男人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往我身前站了站。我对着墙指了指：“我过来拿包的，拿了就走。那个包花了我大半个月工资，上次带过来是为了跟闺蜜炫耀一下，没想到竟然落在她家里了。”哦，我帮你拿过来。那男人挠了挠头，便去帮我取包。我拿出手机给闺蜜发了个消息：“行啊，男朋友挺勤快的，除了年龄大了一点。说吧，人在哪找的？”我噼里啪啦发过去一段文字，没过2秒，闺蜜信息就回过来了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男朋友？”我迅速提取到了闺蜜信息里的关键字：“没有男朋友。”那面前这人是谁？我脑海中迅速浮现一种可能，瞬间冷汗直冒，全身僵硬。那是这个包吗？此时我在看这个男人，只觉得他笑得特别怪异。我捏着包包假装镇定：“谢谢你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帮我跟小美说一下。”说罢，我就往门口走去。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但是我却觉得好远。刚到门口，男人突然开口：“时间太晚了，你一个小姑娘不安全，我送你到小区门口。”我顿时僵住了。不用了，太麻烦了，我自己下去就好了。我送你。男人依旧机械重复这句话。我全身汗毛倒竖，恐惧从脚底攀升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极端恐惧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的。我呆站在原地，突然听到电梯门打开的声音，一个外卖小哥如从天降般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。只见他还在低头拿着手机，看着像准备给顾客打电话。“张哥，这么巧，今天你送这一片区的外卖吗？”我装作很熟练地跟他打着招呼。就在他还在懵逼之时，我就迅速冲过去，死死拽住了他。他望向我，我知道我现在肯定满眼都是惊恐之色。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般：“啊，对呀，我好像按错了楼层，正好送完这单，我今天就准备结束了，咱们一起去吃点东西。”我顺着他往电梯走去，不敢往后看闺蜜家。我知道此时那个男人正站在那里死死盯着我。刚出电梯，我迅速拿出手机给闺蜜打了电话，确认她真的不认识家里那个人。在附近派出所汇合后，带着警察一起去了闺蜜家。屋子里有明显被翻找过的痕迹，而那个男人已经不在屋子里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男人是偷窃惯犯，那天在闺蜜家踩点，刚巧我去取东西，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热心肠的小哥，我估计就得遇害了。因为这件事，从此我们宿舍都不敢半夜上厕所了。这天周五晚上，我们心血来潮凑在寝室看《咒怨》，恐怖的视觉冲击让我们一个个心惊胆战，伴随着恐惧感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睡着。结果半夜我的肚子突然隐隐绞痛，可能是白天吃的地摊不干净吧。我便起身准备去上厕所，但我刚拉开帘子，看着静谧漆黑的宿舍，显得尤为恐怖。这个电影的后劲着实有点大。寝室的厕所在宿舍外面，在我们寝室隔壁，也是走廊尽头。因为要走出宿舍，我隐约还是有些害怕。真是的，早知道晚上不看恐怖片了。我缩进帘子里自言自语道，看了下手机时间，才凌晨3点，离天亮还有好久啊。我欲哭无泪，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最终还是决定去趟厕所。我喊了我上铺的姐妹小美，小美陪我去个厕所呗。我敲了敲她的床帮，小美睡眼惺忪地探出了帘子。她一直都知道我胆子不大，看了我一眼，揉了揉眼睛，没说什么就下来了。我拽着她慢慢走出了宿舍，刚到厕所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顺手就拉了第一个隔间门，但却没拉开，可能是里面有人。我没多想，径直走向了第2个隔间，当然也没敢关门，就找着话题跟小美聊着天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的新闻？就有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东西，主人都回来了，他躲在床底下刷视频，结果把自己逗笑了，直接就被抓了。这真是史上最悲催的小偷。一阵笑声从第1个隔间里传了出来，这笑声也特别奇怪，在安静的厕所里显得格外刺耳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意思这旁边是谁？按道理应该是我们同楼层的人，多少也打过照面。出于好奇，我就透过隔间下缝隙看去，这一看却让我不寒而栗。
是一个人穿着老式的红色胶鞋，而且还脏兮兮的。这种鞋学生肯定是不会穿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人的小腿是笔直的，并不是在蹲坑的姿势，说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也不出来。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可能是小偷。等大家睡着了偷东西，我强装镇定地站了起来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惊慌地拉着小美就往外走，甚至不敢回头瞧上一眼。安全起见，宿舍的门我也没关死，一边看着厕所，一边把寝室的人都叫醒了。小美去楼下喊宿管阿姨，我们剩下的人还在盯着厕所的方向，等了许久，一直到宿管阿姨带着人来了，也没见一个人出来。我紧拽住小美的手，看着他们进了厕所。此时第一个隔间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没有人，阿姨他们里外都找了一圈，也没见一个人影。卫生间的窗户也是封死的，完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怎么会？我低呼出声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看向了小美，小美此时震惊的表情告诉了我，刚刚我们在厕所绝对是遇到人了，可为什么那个人消失了呢？从那以后，我们宿舍都不敢单独半夜去厕所了。室友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辈子阴影。我们大学的宿舍是上床下桌的4人宿舍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衣柜，分成4个人使用，每个空间都比较充足，能放很多东西。我其中一个室友叫小美，性格比较孤僻，平常跟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虽然在一个寝室，但她总是独来独往，从不与人亲近。而最近我们寝室的气氛更压抑了，可能是失恋的原因，小美在寝室一连哭了好几天，大家晚上也总被她的啜泣声吵醒。虽然知道她听不进去，但我们偶尔还是会安抚一下。这天晚上9点半，洗完漱的我们发现小美还没回来，但是以前她经常夜不归宿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在意。小可还在一旁说，真好，小美不在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就是她在寝室感觉气压都变低了。小西也应和着，还八卦起了小美的男朋友。我也在一旁笑盈盈的听着。很快10点多，寝室熄灯了，麻吉先生的视频也刚更新，我也兴致勃勃的在评论区留言。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，是小美发的，我晚上不回寝室了，麻烦帮我锁个衣柜，钥匙在我桌子上。没多想，我回复了好。我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摸黑爬起来帮她锁了柜门。第二天必修课比较多，但小美依然没来，我心想着是不是睡过头了。小可还帮忙答了道。下午课间的时候，我便打电话过去，发现电话关机，她估计手机没电了。晚上小可买了螺蛳粉回寝室吃，我忍不住吐槽这味道真的冲。因为第二天的考试，我还堵着鼻子紧张着复习。奇怪的是，当天晚上小美还是没回来，我也打了几通电话，可都是关机状态。我又给她发了信息提醒，小美别忘了明天考试。想着考试她肯定就会回来了，可直到考完试小美依旧没出现，我们才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通知了导员和学校。一整天时间，老师和同学都在帮忙找，甚至小美的父母也连忙从外地赶了过来，一直没找到，也没有人见过小美。警察也很快介入调查，我们3个配合录完口供到寝室也已经很晚了。洗完漱便昏睡过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手机的短信声，打开手机看到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我瞳孔大张地盯着这条信息，脸上渐渐地冒出了冷汗。短信是小美发的，麻烦你帮我开下衣柜。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。安静漆黑的寝室，我缓慢地挪开被子，坐了起来。我望向衣柜，甚至不敢下地，我颤抖着伴随着哭泣的声音喊起了他们。随后小西跑去通知了宿管，我不敢在寝室待着，小可便陪我走到了寝室门口。2名宿管听了小西讲述后，其实也是胆战心惊，但职责所在，还是拿钥匙打开了那个柜门。里面的景象顿时吓坏了大家。柜子里是头发散乱、身体僵硬且浑身带着点排泄味道的小美。她是打算把自己关在柜子里活活憋死，也许实在是饥饿难忍，求生欲让她发了那条令我毛骨悚然的短信。最后奄奄一息的她得救了，我们也被吓得不轻，果断在第2天要求学校帮我们换宿舍。小美在那之后也被爸妈接回去了，直到毕业，我也再没见过她。当你洗脸闭眼睛的时候，是否和我一样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你呢？这种感觉在我搬家之后尤为严重，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喘息声，但每次我强行睁开眼往后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但后来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让我从此以后活在了阴影里。因为图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刚装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实惠，但是房东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这让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房东，他告诉我女生比较爱干净，不像男生一样邋遢。我便没多想，果断与房东签下了合同。我自认为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不但换了门锁，
而且还在门口装上了可视门铃，因为刚搬新家。当晚我就喊了闺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来我家玩，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人看着很干练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，我也挺为小美感到开心的，因为收拾到很晚。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已经快迟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赶出家门，恰好碰到了房东拎着垃圾从门口路过。房东，你来找我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后面几间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羡慕房东，每个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为着急上班，没多聊几句，我便赶去公司了。但没过几天，便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会莫名其妙的变少了，其次是卫生间的镜子上出现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较偏左。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是我无意间碰到的，便顺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总感觉每天睡醒会特别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。出于警觉，我还特地看了家里的可视门铃和电子锁的开门记录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甚至总感觉我洗脸的时候，好像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呼吸声。但等我睁开眼看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闺蜜还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别不开心了，我晚上过来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来了，还带着我最爱的奶茶和烤串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心里确实也轻松了很多。期间小美去了卫生间，但随后神色紧张地从卫生间出来，拉着我走到了镜子前，指着镜子上的手印，满脸慌张。你看，这个手印很奇怪，虽然模糊，但这很明显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视线随着小美的手望过去，惊讶地发现这个掌印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靠左，而且明显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证了小美的说法，这肯定是个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。小美颤抖地拿起了手机，拍下了照片发给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赶了过来，安全起见，他很快检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柜子里、窗帘后，甚至门口的可视门铃都没有发现异常。那掌印好似凭空出现在镜子上似的，难道这是灵异事件？这不禁又让我心惊胆战起来。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视着镜子，只见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镜子上。不对，这镜子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哆哆嗦嗦地问他。我的手指与镜子里的手指之间没有空隙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随后他又轻轻地敲击了镜面，声音空洞且带有回响，这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双面镜的话，如果对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随后顺着掌印，镜子竟然被他推开了。此时房东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他满眼血丝，好像被惊到了一样。我满脸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声，是房东。随即小美的男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事后了解到，房东经常通过改装的镜子窥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里放了药，通过针孔摄像头发现我熟睡后爬出镜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视频还传播到了网上。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。小美安抚了我很久很久，该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坏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把过错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声，这个畜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两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刚到家的我突然听见门口有按密码的声音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家密码多少？今天下班早，我抓紧包包，做贼一样飞快上楼，心里不由想起，这几天总有两个小孩在消防大门蹲着等我下班。之前我担心他们家长找不到他们，就没有邀请他们进屋玩，两个人就蹲在我家门口，畏畏缩缩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看见我家门口没有小孩，我长出了一口气。谁家的熊孩子不用上学的吗？成天跟人家门口蹲着。我麻溜地输入密码进入家门，刚放下包，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，就听见门口有输密码的声音。等我走到门口时，6位的密码已经输完3位。本想直接打开门，但鬼使神差，我看向猫眼，通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只圆圆的眼球在猫眼的另一边滴溜溜转动。几乎同时，一声小孩子的尖利的笑声响起。姐姐，我看到你了。我被眼球吓得不敢动弹，小男孩的笑声更让我半边身子都麻了。密码还在输入，他们按下最后一个按键，密码错误。男孩叹了口气，他又在输入密码。
我哆嗦着打开手机，我家的密码是可以在手机上设置的。我立马把密码改成系统随机。我的手机上显示，他们第一次输入的密码其实是正确的，只是少了个井号，最后那位多输入了一次。而男孩输入的第2次密码与我家密码完全相同。我瘫软在地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？一道甜腻的女孩声音响起：“姐姐，你家密码多少？”我回过神来，这个女孩比小男孩大一些。从前几次见面来看，她心智成熟，似乎很聪明。我开口：“你们想干嘛？”女孩凑在门缝上说：“我想上厕所。”楼下物业办公室有厕所，你自己坐电梯到负1楼去。我翻找手机里物业电话，通过物业一定能找到这2熊孩子的父母。姐姐，我不想上厕所了，你们家有没有不要的瓶瓶罐罐？女孩的声音近得像是在我耳边低语，我感到被蛇爬过的恶心与难受。我打通物业电话，让他们上楼一趟。在等待的时候，门外悄然无声。我试探着从猫眼里观望，门外空空荡荡，估计是听到电话，怕被喊家长，所以跑了。想到2个孩子鬼鬼祟祟的模样，我猜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玩耍，分明是盯梢。门再次被敲响，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3个穿黑色保安制服的人。我简单把事情描述一遍。你是说，你这几天都看到那2个小孩在你门口玩耍？一道好听到可以去当声优的嗓音响起。我顺着声音看过去，黑色鸭舌帽下一双眼睛黑得像是能把人魂魄给吸进去。我呆愣一瞬，啊，对，他们经常在我门口玩游戏。玩游戏，他重复了一遍，嘴角无意间勾起，一个酒窝短暂的出现又消失。旁边一个40岁的保安用手按嘴咳嗽了一下，随即向我说道：“这样吧，蒋小姐，你跟我们下去看下监控吧。”我是鞭套。正对着这一层上下楼梯的消防通道，我们小区物业管理的不错，每层的消防通道里和外各有一个监控，黑白录像一帧一帧闪动。时间7月7日，2个小孩在消防通道爬楼梯，一层一层的往上走，最后在我的楼层停住了。他们对了下眼神，缩在角落里往外盯着某个东西。门口录像显示，这时我正好从电梯里出来，从包里翻找什么东西，根本没注意到1米之隔的消防门内有2双眼正注视着自己。时间7月8日，2个小孩提前10几分钟就在消防门口蹲着，看着我从电梯里出来，见我快要走到他们面前，便用手捂住眼睛，从指缝里窥视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到他们。在我输密码时，他们迈着滑稽可笑的步子，离我越来越近。而此时的我，开门关门，门关上的刹那，他们的脸上出现一种中年油腻男人的可惜与冷漠嘴脸，似乎在说到嘴的鸭子飞走了。也许他们想遮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脸。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。随即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瞪圆眼睛，看向身旁的男人，他好像知道，所以才会笑着说出玩游戏。见我看向他，他安抚地看了我一眼，先把录像看完。接下来的录像里，2个小孩调皮得很，总是在我家门口乱丢纸盒，在密码盒子上粘胶布，看着我飞踹纸盒，怒撕胶布，冲他们龇牙咧嘴时，2个孩子非但不生气，还冲我做鬼脸。待我进门以后，2个人还击掌比耶，直到看到今天的录像，瞬间让我毛骨悚然。如果你家的密码锁总是被2个熊孩子滴滴按个不停，你会怎么办？在查询这几天的监控录像，我发现这2个孩子经常在门口蹲守着我回家，通过小孩子的游戏让我麻痹放松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录像时间7月12日，也就是今天。我左右观望，小心翼翼地解锁进门。5分钟不到，2个小孩出现在我门前，男孩熟练地按着密码锁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输入密码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到，大一点的女孩子站在凳子上，透过猫眼在观察，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男孩口袋里也鼓鼓囊囊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呼吸不自觉地急促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录像，眼中满是后怕。保安里一个人冷不丁地开口：“这2小孩是怎么知道密码的？”年纪大一点的保安在一旁操作电脑放大画面，示意我们看向走廊的窗户，那上面映出一双睁大的眼睛。你开门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盯着你输入密码。之前他们故意在你门口设各种陷阱，就是为了窃取你家的密码。他怎么做到的？窗外的位置有个小平台，他应该是踩在那个上面。他侧过头认真地对我解释，我瞬间鸡皮疙瘩遍布全身。这还是小孩吗？看完全部的录像，我害怕到不敢踏出监控室的门口，那2道如影随形的眼睛似乎就在外面等着我。我不敢细想他们要是进了我家门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我叫明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个保安小哥说道。就在我们刚走进楼道时，突然听到轰隆一声，
身后好似有重物坠落。我刚想回头看，一双手捂住我的眼睛，别看了，先回去。我虽然应和着，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气，还是被我鼻子捕捉到了。转而我们进入了电梯，明成按了8楼的按键，便掏出手机快速的打字，好像在给谁发着消息。我们从电梯走出后，明成的眼神停顿了几秒，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我家门口画着一辆格子公交车，蓝色粉笔画出大致的轮廓，旁边用红色黏腻液体画了3个歪歪扭扭的字，捉迷藏，上面有很明显小孩的脚印，一个大一个小，那2个小孩还在这。我瞬间心惊胆战起来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明成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他对讲机里传来了声音：三幢有人跳楼了，似乎是从8楼跳下来的，是一名女生。对讲机滋滋的声音传来，我这栋楼不就是3幢吗？那8楼。我想起刚才楼下重物坠落的声音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正在我思索时，隔壁邻居的门突然开了，2个小孩从里面走出来，似乎没预料到我们俩在这里，笑意僵硬挂在脸上。男孩子手上拎着一个黑色的包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明成瞬间冲上去控制住了他们，在他们想从包里掏出什么之前，死死捏住了他们的手。叔叔，你干嘛？你捏疼我了！小女孩眼巴巴地瞪着明成，随即又看向了我，眼角带上眼泪。姐姐，你让叔叔放开我吧，他拽得我好疼。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明成转头过来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：别听他们说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我注意他们很久了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孩子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他俩，凑近之后才发现，小孩的脸并不似正常孩子那种光滑水嫩，脸上甚至有点沟壑。本市新闻播报：7月12日17时许，马吉小区发生一起女性坠楼事件。经警方调查后发现，这是一起人为的入室抢劫凶杀案，凶手为一男一女2名成年侏儒症患者，他们凭借身体的优势骗取同情，进而实施作案。在这里提醒广大人民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昨天的新闻报道，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。后来的事情还是明成告诉我的，那2个假小孩因为身体的问题，找工作时处处碰壁，生活里也常被别人瞧不起。渐渐的，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，仇视比他们健全的正常人，为了生存下去，把自己假扮成小孩子，在附近小区踩点，打着捉迷藏、玩游戏的幌子，让人放松了警惕，便开始作案。他们在我这里没能得手，就把目标对准了我隔壁的姑娘。她出差刚回来，当小女孩提出姐姐，我想上厕所，隔壁的姑娘心善，让他们进屋子了。女生最初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发现他们偷偷翻找自己的东西，3个人才争吵起来。他们担心事情就此败露，索性将女生扔到了楼下，活活摔死。当明成把这些事情说给我听时，我震惊不已。原来同情心真的也能害死人。